保守估计，周杰伦的身价已经超过100亿人民币。但很多人不知道，对周杰伦来说，发专辑、出唱片可能只是他所有收入里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周杰伦本人早就在演唱会上半开玩笑地跟歌迷说过，新专辑听就好，可以不用买，因为我不是靠这个挣钱。这句话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横跨音乐、电竞、餐饮、时尚，甚至前沿科技，价值100亿的商业版图。周杰伦是如何从一个青涩的音乐少年，一步步成为自己商业帝国的周董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成功故事，更是一堂关于个人 IP 如何穿越周期的顶级商业课。要理解周杰伦的商业帝国，得从那个在钢琴边长大的沉默少年讲起。1979年1月18日，周杰伦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周耀中是淡江中学的物理老师，母亲叶惠美是淡江中学的美术老师。3岁那年，母亲见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毫不犹豫地取出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从此，周杰伦童年的所有日子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可每次练琴的时候，一听到窗外同伴的嬉闹声，他就总是弹得心不在焉。于是，他母亲就拿着一根棍子站在他后面，一直盯着他练完琴。母亲的棍棒教育使周杰伦弹得一手好琴，也使得他从小就不爱讲话。14岁那年，父母离婚，给了周杰伦沉重一击。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妈妈、外婆相依为命，音乐成了他的世界，所有的心事与梦想都只能透过音符诉说。中考时，他没有考上普通高中，但因为擅长钢琴，被淡江中学第1届音乐班录取。在淡江中学，他开始疯狂学习钢琴、大提琴和古典音乐，也开始打篮球、乒乓球。高中毕业以后，周杰伦2次报考台北大学音乐系都没有被录取。为了挣钱，他不得不在餐厅打工，一边端盘子一边继续学习音乐。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仅仅是成为一名音乐老师。1997年，命运的转机出现了，一个学妹帮他报名参加了台北星光电视台的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当时周杰伦是为一个想当歌手的朋友钢琴伴奏，那位朋友唱得很一般。但节目结束后，主持人吴宗宪看到了周杰伦干净利落的乐谱与别的歌手的鬼画符乐谱存在天壤之别。因为这个细节，吴宗宪决定签下这个18岁的年轻人，让他到自己的阿尔发音乐公司担任音乐助理。说是音乐助理，其实什么杂事都得做。那时的周杰伦每天的工作是为那些成名的歌手写歌，同时还要帮同事订便当，就连睡觉都在公司录音室里。但即使这样没日没夜的写歌，事业上仍然没有起色。他写的歌一次次被歌手退回，那段时间垃圾桶里全是被扔掉的歌谱。但即便如此，吴宗宪仍然坚持认为周杰伦很有音乐才华。1998年，周杰伦发表了第1首歌曲《三明三日》，收录在吴宗宪的台语歌专辑中，正式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2000年，周杰伦在吴宗宪的帮助下正式出道，发行第1张同名专辑《J》。这张专辑一出来，就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周杰伦站在第12届金曲奖领奖台上，羞涩不外露感情的他，却对着话筒很激动地说：“没有吴宗宪就没有周杰伦。”台下的吴宗宪笑得很开心。2001年，第2张专辑《范特西》横空出世，彻底席卷全亚洲，奠定亚洲天王地位的周杰伦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时间来到2007年，这是周杰伦商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他与老东家的合约期满，他没有选择续约，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立门户。2007年1月26日，他悄悄在台北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取名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很有讲究 ，JVR 取自周杰伦、方文山和他职业生涯的伯乐杨俊荣3人英文名的首字母。这不仅仅是开家公司那么简单，这是周杰伦拿回自己事业主导权的第1步。当时他做的第1件大事，就是花大力气把自己在老东家那儿的歌曲版权拿了回来。因为他很清楚，对于创作者来说，版权就是最核心的资产。公司里，杨俊荣负责经营管理，方文山专注创作，而周杰伦则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和头号资产。刚成立公司的周杰伦就面临一个难题，他该怎么经营这家以自己为核心的公司？是继续走传统唱片公司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周杰伦的选择很周杰伦，他把兴趣和商业结合在了一起。他做的第1笔投资是2005年还没成立公司时，就在台北开了一家古董店。结果呢，他自己都说知道没人买古董，
开店纯粹是为了兴趣。这家店没多久就关了，但这种玩票的心态并没有让他停下探索的脚步。同年，他又和中学同学开了潮牌店，卖限量版潮流服饰。这次凭借他个人强大的号召力，店里一双6000新台币的限量球鞋，开门10几分钟就被抢购一空。他找到了感觉，把自己的个人标签和审美投射到实体产品上。真正让周杰伦摸索出 IP 变现路径的是2006年的那次尝试。他投资了125万人民币，开了一家叫 MRJ 意法厨房的意大利餐厅。他把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那架重要的3角钢琴搬进了店里，还把自己和桂纶镁的戏服当员工制服。这家店立刻成了粉丝的朝圣地，不到1年就回了本。从这里开始，周杰伦的商业逻辑逐渐清晰，不再单纯卖货，而是卖一种周杰伦式的体验和情怀。有了杰威尔这个大本营，周杰伦的商业触角开始向4面8方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周杰伦商业星系。这个星系的核心当然是音乐。杰威尔牢牢掌控着周杰伦所有作品的版权，这可是他的压舱石。据行业估算，仅腾讯音乐与杰威尔签订的独家版权协议，3年费用就高达数亿元。星系的外围则是由周杰伦的个人爱好延伸出的各种投资。他喜欢打篮球，就入股了好友刘畊宏的300壮士健身房。但真正让他打开新天地的是电竞。2015年，他成为英雄联盟的代言人，随后直播打游戏，创下了1700万人同时在线的观看记录。2016年，他收购了台北暗杀星 TPA 战队，改名为 J-Team， 并亲自担任队长。2017年，他又和 IDG 资本合作，在深圳开了一家占地1700平方米的摩羯电竞馆，把打游戏的爱好真正做成了生意。这个星系的运转有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那就是周杰伦这个超级 IP 的不断增值和变现。2016年，他把自己创立的耳机品牌 TeamLab 耳1号并入小米生态链企业 OneMore 万魔耳机，自己则以股东和创意官的身份加入。据说这家公司当时估值就超过了10亿。他明白，单纯卖授权不如深度绑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业富豪，让所有与他相关的生意都能自带流量。周杰伦商业版图的高潮发生在2021年，那年他与一家名为巨星传奇的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周同学 IP 授权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是把周杰伦的2次元形象周同学的 IP 开发权都交给了巨星传奇。巨星传奇是什么来头？他的创始人是周杰伦的经纪人杨俊荣和他的母亲叶惠美。说白了，这是周杰伦把自己的核心 IP 交给了最信任的人，去进行更专业、更大胆的商业化运作。这次合作标志着周杰伦的商业思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开始从个人品牌向品牌化运作转型。周同学这个虚拟形象不再仅仅是个卡通版周杰伦，而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营、可以授权给200多个品牌、累计销售额突破10亿的超级 IP。更绝的是，2025年，巨星传奇甚至把周同学的大型装置放到了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吸引无数粉丝打卡，把 IP 的影响力从线上拉到了线下，融入城市文旅。这次操作堪称明星 IP 虚拟化运营的经典案例。但任何一个帝国都有它的烦恼，周杰伦的商业版图也不例外。虽然钱赚得盆满钵满，但杰威尔和巨星传奇都被外界一直诟病只会靠周杰伦。面对质疑，周杰伦的团队果断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升级。在内容端，杰威尔依然坚持重制作的路线，他们用2026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给出了回答。这张专辑的制作周期长达2年0 3个月，主打歌的 MV 更是耗资超过2000万人民币，创下华语乐坛纪录，并邀请了曾参与《阿凡达》《魔戒》的好莱坞顶级特效团队维塔工作室操刀。他们放弃了过去那种碎片化的单曲模式，转而将专辑发布打造成一个公共文化事件，通过密集的预告片、电影院首映等方式，让用户的期待集中爆发。这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策略，用极致的内容质量来对抗算法的快速迭代，巩固周杰伦的核心护城河。这张专辑的销量和口碑也证明了，只要坚持品质，市场永远会为他留有一席之地。而在商业端，巨星传奇正在努力摆脱对周杰伦的单一依赖。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投资未来。2025年11月，他们出资800万美元，战略投资了韩国艺人经纪公司 Galaxy Corp。这家公司旗下拥有权志龙、金钟国等顶级韩流艺人。这步棋是典型的 IP 矩阵打法，
想把周杰伦的 IP 运营模式复制到更多国际艺人身上，从而分散风险。第二，拥抱科技，他们和春晚爆火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成立合资公司，开发角色型机器人产品，比如机器狗。同时，他们还投资了北京鸟巢，成为这座奥运地标唯一的民营股东。这意味着他们想把 IP 加消费的模式拓展到 IP 加文旅、IP 加科技的广阔领域。回顾周杰伦这近20年的商业版图，我们能学到什么？首先，最顶级的商业模式是把自己活成一个时代符号。周杰伦的商业版图核心从来不是某个餐厅、某个公司，而是周杰伦这3个字所代表的情怀、信任和期待。他做古董店、开餐厅、投资电竞，看似随心所欲，实则都是在为这个核心 IP 注入新的故事和活力。其次，懂得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周杰伦很聪明，他从未试图自己去管理庞大的商业帝国。从杨俊荣帮他打理杰威尔，到母亲叶惠美、经纪人陈忠帮他操盘巨星传奇，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一个高度信任且能力互补的商业朋友圈。他负责天马行空，负责提供创意和影响力，而团队则负责帮他落地执行、控制风险。这种专业分工、信任授权的模式，是他能玩转跨界的关键。最后，真正的商业远见是敢于对抗短期主义的勇气。在所有人都追求短平快的流量变现时，周杰伦和他的团队敢于花2年多时间去打磨一张专辑、一支 MV， 敢于在 AI 音乐泛滥的当下坚持全原创。这种重制作、慢发布的策略，看似效率低下，实则在构建一种难以被替代的壁垒。在这个时代，稀缺的不是流量，而是能让人沉下心来，愿意为之等待的确定性。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周杰伦商业版图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他赚了多少钱，而是他用25年的时间向世界证明了，一个真诚的创作者，即使不追逐风口，也能活成别人无法企及的山峰。他用热爱驱动商业，用作品穿越周期，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那个时代无法被替代的太阳之子。